其实我相信这个 SST 的调整刚刚才上路嘛，所以孔大哥，你有听到什么样子企业界的抱怨吗？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在企业呢，也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所谓的影响，也没有讲服务税起了，我的生意跌了相当的多，没有。如果你看这个服务税只起2%呢，它还是消费啊。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买东西是没有服务税的，你是要用到那个服务，你才有那服务税。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餐馆，它也没有起啊，它是6%。停车场它6%没有起啊。如果你讲会计师审计费，它也是起2%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平常人天天在用的，所以这个它的影响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回响啊。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聊企业的税务啊。那我想这个报税季节呢，我们聊了非常的多。那我们之前聊比较多的是个人的税务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的税务的这个期限呢，好像已经快要到了这个 deadline。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企业主们呢或企业家们呢都是赶在最后1分钟才报税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今天来聊企业税。那很多的企业家可能会认为说，企业报税可能只是上市公司啊，或者是大公司、大企业才应该要关注的事情，而忘记了自己的纳税义务啊，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争议的地方。那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呢，其实大家的报税都是自己来处理吗？还是会聘请这个会计事务所来处理呢？很多人都说，其实专业的事情就应该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不晓得你是否认同？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孔令龙太平绅士，那都孔令龙来跟我们分享如何让企业的来掌握这个纳税以及税务的概念。我们先请孔大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大家好。是，那其实孔大哥，很多公司为了要遵守法规聘请这个专业人士，那其实聘请专业人士他就会一定有费用但是很多企业家就会觉得说，很多老板觉得说，哎呀，我还要花钱去请人做，我倒不如自己做其实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说法说，其实在这个聘请这些专业人士、审计师的这些费用，其实也是可以抵扣公司的这个开销，或者是抵扣税务，这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其实呢，当我们谈到企业的时候了，那我们应该要分清楚，企业呢，它有限公司或者是所谓的无限公司啊。什么是无限公司呢？就是那些所谓的个人的啦，那还有一个所谓的伙伴的那这些合伙的生意了，那个是 partnership 跟 sole proprietorship 啊。当然，今天我们谈更多的就是有限公司 Sdn Bhd 这个是不要弄错了啦。是。你看，但是整个 Sdn Bhd 呢，有限公司呢，它必定要审计的。刚才你讲审计一定要审计，但审计的费用呢，它当然是能够扣这个所得税呢。但是呢，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有限公司呢，它是有这个所谓的秘书。那你要聘请秘书嘛，因为你要交给这个公司注册局啦，这些秘书的一些报告啦。然后呢，刚才你所讲的这个税务啦，税务当然是请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税务师来替我填报这个表格啦，然后报给税务局啦。这个费用能不能扣？其实它是能扣，但是呢，它就有一个限额了。那个限额就是讲这个秘书的费用呢。每年加这个所谓的你的税务的代理的费用呢，不能超过呢马币15000块一年了，所以它有这个额度了。OK， 是有额度的了但是我觉得能够扣比不能够扣还是来得好啦。当然是就是因为很多的企业也是觉得说，我的成本上面其实我的人事成本也算是成本嘛，对不对？那其实很多的企业为了要减少这个税务的负担呢，有的时候他们会可能就是请自己的内部的人或者是请这个审计公司可能是不是来要求怎么样来开关以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账目？其实俗话说就是做一些假账了那其实做假账有什么样子的风险以及后果？若被发现的话，
其实呢，我们当然是不鼓励，但是不能所谓的做假账啊。但是我们可以所谓刚才你讲的调整就是一个税务的规划了啦。好比如你讲有一些车，那我如果要给员工用，那如果是他私人用，我们要怎么扣啊？如果是在公司里头呢，我是不是全部能够扣呢？就好像我讲一个例子了，那就好像我们去做这个应酬的呢，如果你去应酬你的员工。员工他是100%的，他当然是能扣的。给员工吃饭呐，或者什么这些你在给员工一些堂食这样啊那样。但是呢，如果你是应酬你的这个所谓的供应商呢，他只能扣50%。所以这些你要拿捏了，你怎么能够呢把它更好的，意思讲完整的、更多的额度来扣这个所得税呢？这些叫做什么？税务的规划。税务的规划呢，我实际上在谈就是始于什么？开始于这个刚才你所讲的账目。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要调低，因为我们知道嘛，税务是怎么给的？税务是当然是你赚钱你就给了，你赚多你就给多了。但是如果你讲去调整这个盈利了，税务的这个盈利了，把它调低呢，意思讲加多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假的，你讲一个假的这个发票进去了，这个呢，我想呢，它是不允许的。如果是被发现到呢，它就是一个逃税了。如果你逃税的话呢，它就会被罚款了，可能会罚到呢，在这个条例里面有谈到，你想你税务的你应当要给的税务的3倍这非常多300%被发现他就得不偿失对，得不偿失这是所以不鼓励所谓的这样来做，应该要做一个税务的规划。OK，其实调整跟做假账还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去搞清楚。你可以去合理的去看怎么样子在合理的去扣税的范围里面去进行做调整，但是千万不要做假账大家要记得。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公司在呈报税务的时候呢，有些开销是可以抵扣的嘛。可是很多时候呢，有些公司呢，把不应该或者是不能扣的开销都一起呈报但是我相信有一些的老板他可能是无心之失啦，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今天可能也请拿豆来就是跟我们来就你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哪一些开销是容易出错的，就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呢？有一些开销呢，就好比如我讲是如果你讲开车有这个所谓的汽油了如果你添汽油的话呢，如果是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公司的这个你去见顾客啦这些公司为用的企业为用，它就能够扣了如果你只是在意思讲上班下班那个呢，我觉得它是不能扣的所以这个很相当重要。我觉得时常出错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有一个准证牌照如果我们去申请的话呢，申请的费用它是不能扣的，但是呢更新的费用它是能扣为什么？申请的时候呢，它是第一次它是不能扣的，如果更新呢是为了要做生意，它就是能扣的。所以这些我想它很容易呢就出错了还有你讲平常的在企业里头呢，所要的费用呢，就想你买电脑啦，给这个员工啦，这些都是能够扣。然后平常的一些费用呢，大体上它是能够扣的。但是有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呢，他就搞不懂他把很多费用呢放进什么？放进他的这个所谓的刚才讲的账里头呢。但是账里头呢，它能够扣吗？在账里头，在账目它能够扣，但是所得税它就会调整了不能够扣的，它就是会加回去的，使得你的这个盈利会增加了。有一个很时常犯错，就是讲我如果是一个店一个店面店铺，我就是要所谓的装修如果去装修的话呢，很多装修的费用呢它是不能扣的。如果你是买这个橱柜啦，这些好像是这个椅子这些它是能够扣的如果你讲是做一些讲建筑物
在你装修的时候，你的建筑物的一些店铺的一些修改那是它是不能扣的呢。所以这一些呢，我想呢，我们要呢很注意这一些，不然的话呢，等税务局来它就被视为什么你不准确的报税了，这个也会有罚款的。了解，所以其实我听到这边，孔大哥，我就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找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进行咨询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蛮容易搞错的，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给你进行一些的一些协助的。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股息收入现在是说是可以免税，所以很多的企业呢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这个税务的负担那其实你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这个税务管理的模式吗？我觉得股息呢，如果能够降低税务的负担呢，我觉得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那个盈利画一条线盈利的上面净利了，我讲净利的上面就是费用了销售减费用就等于净利了。然后呢，它的下端呢，当然是盈利了。如果是盈利呢，你给了税呢，你才发股息这股息到股东的手中呢，好比如我是一间有限公司的股东如果你发给这个股息呢，它是不需要给税的。为什么不需要给税呢？因为马来西亚有条例讲，你这个股息呢是从你的盈利发出来，因为你已经给了税嘛但是呢，如果是在盈利的上面呢，它是一个费用，什么费用呢？好比如你讲董事费董事费呢，你拿到呢，董事拿到呢，他是要给个人的所得税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但是刚才讲，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当然，它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赚了钱，企业赚了钱，我们给了税给了24%的这个，如果是非中小企业24%的税呢，如果他当然给了税，他还有所谓的盈余的税后盈余那个税后盈余呢，我拿来分发给股东成为股息呢，这是很好的。为什么？在你的股东的手中呢，他是不需要给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如果你不要分发股息，你把全部的钱呢，你成为这个董事费在上面成为董事费呢，那个呢，你就要给相当多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了。了解。好，那其实企业是不是也能够透过一些津贴或者是福利，其实也把这些东西呢，也当作是一个来让自己的这个税务可以进行更好的管理因为其实这个我相信它除了福利津贴，除了可以来吸引员工，让员工对公司更加的忠心之外，那其实是否它是一种双赢的方式呢？员工当然我们要怎么样鼓励员工，就好像现在很多员工他过了去新加坡打工更高的工钱。如果我要吸引员工这边，当然你讲唯一的一个办法在薪金方面，你就起这个薪金当然是能够扣税的。如果你起的薪金呢，企业可以扣税，但是员工得要纳税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扣税，但是员工不需要纳税？这个也是很棒如果好比如我给你一个汽油的津贴呢，我每个月给你汽油的津贴了，所以整年呢，它大概能够呢免税呢，意思讲你员工不需要报税，大概是马币6000块的你看当时疫情的时候呢，2020年到现在还有。如果与其我给你薪金，我给你电脑我给你电脑呢，你是讲没有超过5000块呢，你是不需要报税，你也不需要纳税了所以这些，如果我的薪金是5000块呢，我就要纳税。如果我跟老板拿这个电脑呢，我就不需要纳税呢。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它是能够呢，意思讲给员工更多的这个福利，但是员工不需要纳税或者是缴税然后公司呢其实也可以扣税，意思两全其美还有一个呢很棒的，就是讲我给你去旅行在本土旅行你去旅行呢，我给你1年3次的旅行它的费用呢，公司是可以扣税的。
但是呢，你这个员工是不需要纳税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福利。如果你没有去旅行，什么都没有，你们也没有电脑，刚才没有所谓的汽油津贴，我把好比如这个总值是1万块，我给你了，你员工1万块你是要纳税的。所以这些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衡量了。那比如说，如果公司召开，比如说年度大会啊，或股东大会，这些费用是不是可以扣税呢？其实呢，年度大会呢，当然是这个条例所需要的但是它的费用啊是不能扣税。费用不能扣税它不能扣税。好像你在年度大会你请股东吃一些饮料啊这些啊，它都不能扣税。如果你去年度大会，你去打印一些所谓的年度大会的资料了，它也不能扣税的。好，孔大哥，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企业它有盈利的话，那是一定是要缴税的啊。但如果是遇到亏损的话，还要不要缴税呢？我们如果可以将今年的亏损如果是今年亏损的话，我们可以带到明年去承包吗？那这个最高可以扣多少年呢？其实你看亏损呢，当然是不需要报税了。什么叫做亏损呢？意思讲我所卖的东西呢，那比我的成本低了。还有另一个情况呢，就是讲公司呢费用太高了，我在今年是不能有这个盈利，它就亏损了。在盈利的话呢，我们就要缴这个公司的这个所谓的所得税。亏损的话呢，它有一个条例，你就能够呢，如果好比如我现在亏损1万块，这1万块呢，我能够呢拿去明年去扣这个所得税，这个是可以的。就好比如我今年是亏了1万，我明年是赚了3万，所以呢我能够抵扣，我要缴税的明年不是缴3万的这个所谓的盈利的税率了，我是缴2万了。所以才能够扣这个所谓的1万，刚才讲的1万，如果3万扣掉1万了。但是呢，如果我每年都亏损，这个情况每年亏损，那我能够呢？你想还有2种情况，它能够多少年呢？你想我的第1年的亏损能够带过去多少年？它能够扣以后的盈利呢？它是10年而已。10年而已10年而已10年而已。如果10年后呢，它就自动好像是所谓的撤销，它是不能再扣的。这意味着呢，做生意你不可能每年亏10年了。这样呢，很可能刚才我们讲的你所谓的账目有调整了就可能就会被发现有一些问题啊。好，那其实政府也为了要鼓励公司来履行一些社会责任，那让公司对于福利的这个慈善团体的捐款呢，可以来进行扣税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很多人也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减轻这个公司的税负哦。但是很像有一些企业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我要怎么捐了什么，到底可不可以扣税，有什么样子的条件，所以可以请孔大哥也来给我们提点一下。我记得上一回我们在这里也是谈过的。如果是一个公司呢，当然以前有一些公司他赚了很多钱他右手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左手呢就去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些慈善团体然后把所赚的钱呢捐给这个慈善团体呢，全部100%能够扣税，那他就不需要。你看在慈善团体呢，毕竟还是慈善的，他就不是要缴税的，他收到的钱。然后呢，我这个有限公司呢捐给慈善团体呢，我也可以扣税的100%了，这样两边都不需要纳税了。这个是很大问题了，所以政府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他就改了。他就改什么东西？你能够，当然是鼓励你做善事，但是你所捐款的呢，你只能是你收入的你收入的10%而已，能够扣税呢。这个是第一点。OK， 这怎么解释呢？意思讲呢，如果我的捐款是1000块来讲，我的这个收入是1万块。1000块1万块10%它是能够扣税了如果我的这个收入呢，它是5000块呢，其实你只能扣多少？500块而已就讲10%所以另外500块呢，它是不能扣的。
所以这个就是来抵消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它的一个漏洞了。了解。第二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呢，在捐款呢，不是每一个捐款都能够扣税的。刚才所讲的12%啦，我们要知道呢，如果我捐款，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收据，这个收据里头呢，它要写明这个慈善团体呢，它是有这个免税的。它2种免税，一个它自个儿免税，它本身收入是免税，这个慈善团体，但是捐款人呢，他也是会有免税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所得税法令里头第44条有讲到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要在他的这个收据里面会看到他的编号他的编号里头有写，甚至有写在到什么年份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查网上查这个慈善团体呢，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免税的这个意思讲它是合格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多多注意，不然的话我们又是一个所谓的不至于是做假账啦，意思讲是我们是讲乱扣那这个也会被罚款了。是，那其实孔大哥有说到，其实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得到，所以大家在进行捐款之前，可能还是要多做一点功课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政府提高 SST 的税率吧那除了这个企业税之外呢，政府真的是也提高了 SST 的税率，我相信这个也是为了要增加国库的收入嘛那这很多人就觉得说，在疫情之后呢，就感受到了这个物价上升的一个压力那 SST 调整主要它除了影响消费者之外呢，其实是否也对于企业造成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其实我相信这个 SST 的调整刚刚才上路嘛，所以孔大哥，你有听到什么样子企业界的抱怨吗？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者是希望说政府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再做一些怎么样的调整？其实呢 SST 呢，它起到从6%、7%、8%，这个呢我们就要搞清楚。很多人就以为 SST 它是2种税，那我们时常讲 SST 是因为以前有 GST 那就倒回来我们讲 SST， 其实它2种税，一个是 sales tax 销售税，销售税大体上是10%，那个没有起我们不要搞错了，它只是另一个 S 就是 service tax 就是服务税，它起了从6%起到8%呢。但是呢，在6%起到8%呢，它不是全部都起，就好像我们时常吃的这个餐饮餐馆它是没有起如果你讲停车场它也是没有起这些东西的，所以它起的呢都是以其他的服务的，就好像卡拉 OK。如果是讲卡拉 OK 了它是有这个所谓的服务税的，你不可能每天去卡拉 OK 嘛，但是你每天是需要吃所以它是没有起这个6%到8%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起呢，它不是一个新税，它只是起2%而已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所谓的物流公司很多人讲，如果我是物流，我载东西1吨的东西，它1吨的东西你载呢，如果这吨东西是值得多少钱？10万块的话，它不是10万块的6%那或者是8%那没有它是10万块的什么东西？运输费，可能的运输费只1000块而已。那如果它是起2%呢，它是7一点点而已，那么而不是整个呢所谓的物品的价格或者是成本所以我在企业呢也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所谓的影响，也没有讲服务税起了，我的生意跌了相当的多，没有但是现在的人呢都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服务税只起2%呢，他还是消费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买东西是没有服务税的你平常买东西是没有服务税的，你是要用到那个服务你才有那个服务税。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餐馆，它也没有起它是6%停车场它6%没有起那如果你去用一些好像讲律师它有起，它起2%而已但是你不是天天用律师吗？你也不是天天在买房子嘛，不可能那如果你讲会计师审计费，它也是起2%所以这些都是
不是平常人你天天在用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回响所以它还是 OK 的。好，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很多的企业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电子发票，还是铁定要上路的啦那要全面的推行了。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除了聊到这么多税务的细节，其实税真的有很多的细节是可以聊，但是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 cover 完。但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说，这个电子发票全面的上路之后呢，其实孔大哥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在今天借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的？其实我本身觉得呢，电子发票呢，它不是一个呢很复杂、很繁重的东西。我们还记得在消费税 GST 的时候，我们有的是税务发票 tax invoice， 今天呢就是电子发票 e-invoice， 它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它只有一样东西不同，不一样它是什么一样呢？你什么叫做电子发票？如果你不是手写的，你是在电脑操作的，它就是电子发票在税务发票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是用电子来操作的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当时的税务发票呢，在消费税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所谓的6%的这个 GST 然后你可能是每个月、每2个月、每3个月你就报一次所谓你收到的这个销项税啦、进项税这一些但是今天呢，这个电子发票呢，它是有一样不一样，就是连接。它连接，意思讲你做这个电子发票的时候呢，它就会连接到这个税务局它很快的，它是讲near real time， 就好像即时的它就会回来你这个电脑的系统里头你这个电子发票已经是 OK 了，只是这个连接而已，而不是把你的整个公司的系统换掉，没有。把你整个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财会的这个软件换掉，它是不是？它是一个连接。但是很多人就问，如果我是很小的生意，好比如我在夜市这些生意，我怎么连接呢？它就好像有一个 APP 这样，这 APP 就好像我们Touch 'n Go这样，你用Touch 'n Go，当时我们用Touch 'n Go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好像很繁琐，要按这个又按那个呢。现在你用Touch 'n Go是易如反掌，它就很像Touch 'n Go这样，你放进去，它就会自动的连接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讲在电子发票，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不一样的东西。还有呢，电子发票呢，它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要自己开电子发票。我们知道发票呢是我卖东西给你，我才开发票是但是有些我买东西我得要开发票就好比如我向外国人买东西，外国人不可能开马来西亚的电子发票这样政府要知道我买了多少从这个外国，所以我要自个儿自己开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所以这些我们就要搞懂了，哪一些需要开，哪一些是不需要。其实它非常简单，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业务的，你一定要开电子发票了。如果你是私人的，它就没有所谓的电子发票了。对，那其实孔大哥，我这样子听你分享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电子发票它其实很像好处还是蛮多的。它是不是可以对于比如说企业或甚至是一些小贩，对于它的这个盈利，它可以做一个非常立刻的立即的一个计算？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利于未来在缴税或者是处理这个税务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种助力呢？其实讲到好处呢，它有2方面的好处一个是国家的好处，当然它能够抵挡这些所谓的做假账还是没有开发票的它就能够提高这个收入了。因为我们知道呢，马来西亚的好像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呢，3200到3300亿的这个所谓的收入呢，80%呢都是税务，不论它是直接税或者是间接税了。我们开发票这个，我们讲到直接税了，直接税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收入里头呢，大概占了56%左右的，相当多，超过一半了。所以这个呢，不允许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影子经济，大概是我们的 GDP 的20%
20%左右呢，我们每年损失掉大概是700亿左右这个税收呢，所以这个呢就有望提高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税收，间接当然也是提高国家的收入了，这个是国家的好处。但是对个人，刚才你所谈到的呢，这个如果我们开这个电子发票呢，它的好处是讲我们不会漏掉，我们不会漏掉，我们也知道，我们卖东西，我们卖多少，我们电子发票全部会列出来，然后呢，我们买多少，别人也是给我们开电子发票啊。但是有这个电子发票呢，我就是能够这个真实的这个所谓的它的发票啊，我能够扣税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的税务呢就比较准确了。我想改次呢，这个电子发票呢，就好像你看在中国你看在澳洲，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你看在韩国这一些，你看如果是电子发票，如果是履行的好呢，我想改次呢，我们都可以自己来做账。因为它账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们买的东西有电子发票发给我，我卖的东西也有电子发票，不然的话我卖东西给你没有电子发票呢，你是不能扣税，你也不允许所以它环环相扣我卖就是你买如果我买当然是你再卖给我了，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卖者跟买者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资料了，都在里头呢，所以要填有一个难处是要填相当多的资料在里头了，希望政府这有一些不需要的资料先不需要填，简化它了。这样呢，我觉得它对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小企业或者是大企业呢，它都有一定的好处了解。那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像我有记账的这个习惯嘛，记账其实对于个人理财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自从用了 Touch and Go 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说记账就变得比较容易了一些当然。那我觉得其实企业也可以这样子同理啦。那但是像这个孔大哥所说的，就希望说政府也可以简化一些程序让这个企业家可以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那可能就反弹就没有这么大。对呀。好，那不晓得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其实我相信呢，纳税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这其实都是一种义务我们常常都在说呢，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如果国库空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发展国家的话呢，大家就不要一直说怪政府这个政策不利我们自己的义务有没有做到，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税务的这些的讨论呢，不晓得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你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